除夕夜的上海，街道少有的空旷，寂静中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。小静孤身一人走在繁华的街道上，三两个有说有笑的行人与他擦肩而过。本地人正带着老婆孩子赶往父母和亲戚家，准备一家人热热闹闹看春晚，包饺子，吃个美美的团圆饭。而外地的打工者们也大都踏上了回乡的路。小静总以为自己对上海很熟悉，但她发现自己错了。她熟悉的是那个繁忙拥挤的上海，是那种错觉让她以为自己身在其中。可当她看不到写字楼的彻夜通明，看不到地铁里和她一样奔波的人群，她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孤独和陌生感。小静迎着冷风站在外滩，眼前是江面来往的船只和浦东高楼上闪耀的新年祝福。那祝福的荧光灯越是闪耀，就越是刺痛着小静的心。夕阳已沉入地平线下，寒风渐起。他在这冰冷的空气中站了很久，直到双脚开始感到麻木。他决定沿着马路走走，心想，若是打到车就回家，若没车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。就在他时不时向马路上张望的时候，一辆车缓缓停在了他身边。小静起初还以为是跑滴滴的司机，可是当车窗摇下，他看到的竟是 Sarah。 小静，除夕夜你一个人吗？ Sarah 问道。小静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些错愕，半开玩笑地反问：你不也一个人吗？ Sarah 听了笑了笑说：上车，去哪儿我送你。小静礼貌地拒绝：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。大过年的打不到车的， Sarah 说。小静想想也是，于是干脆上了 Sarah 的车。你家住哪儿啊？ Sarah 问。你把我送到石门2路吧，小静回答。就在这时， Sarah 的肚子传来巨大的咕噜声。抱歉，我刚租的房子，厨房燃气灶还没搞好呢，正发愁去哪儿吃饭，就看到你了。小静有些尴尬地说：除夕夜很多餐厅都不开门的，我也没吃饭呢。上车暖和了一会儿，小静感到一阵强烈的饥饿。这是小静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跟 Sarah 坐在一起。她发现此时的气氛和办公室里不太一样。你过年不回家啊？你家里有兄弟姐妹照顾父母吗？ Sarah 娴熟地打着方向盘，轻声问道。我是独生女，小静回答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。过年假期太短了，车票又不好买，干脆就不回了。她稍作停顿后反问：你呢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 Sarah 摇了摇头，我也是独生女。她的声音平静，透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。小静的目光落在车内的一张照片上，照片里是 Sarah 和2位白人老人的合影。她好奇地问：这是你的奶奶爷爷？小静不确定地问。Sarah 稍稍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平静地说：他们是我父母。小静感到非常惊讶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赶紧说：
不好意思，我搞错了。Sarah 继续解释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他们是我的养父养母。我5岁时，他们在广州领养了我。后来，我们一起搬去了法国。去年疫情期间，我的养父养母都患病去世了。”说这些的时候，Sarah 的声音特别平静，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小静安静地听着，她没想到看上去光鲜亮丽的 Sarah 有着这样的身世。小静的奶奶也是在疫情期间去世的，她无法想象同时失去2位亲人的痛苦。法国的生活肯定跟上海很不一样吧？小静试图用话语来缓和刚才的沉重气氛。Sarah 微笑着说：“差异确实有，可能在法国的生活更自由一些吧，但有时候会无聊死，尤其是巴黎的冬天，经常阴天。巴黎的夏天特别短，刚感觉到热，夏天就过去了，感觉半年都在过冬。我当时就想，谁说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？是最阴冷的城市还差不多。”小静被 Sarah 的夸张表情逗笑了。小静好奇地问：“你家住在巴黎哪儿啊？离埃菲尔铁塔近吗？真希望有天能去巴黎看看。” Sarah 解释说：“我家不在市区，我家在巴黎郊区。你可以想象成就跟上海的郊区差不多吧。”小静没想到 Sarah 可以这么轻松地说出自己的真实背景，在这一点上，她似乎给自己太多的精神包袱，活得太累了。Sarah 好奇地问：“你呢？你老家哪儿的？”“宝鸡，没听说过吧？”小静说。Sarah 微笑着摇摇头：“中国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。宝鸡，这个名字真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法国。”小静一脸迷惑地问：“为什么啊？你看啊，法国的精神象征是一只高鲁雄鸡。如果我们的首都叫宝鸡，你看多合适。”小静被这突如其来的冷笑话逗乐了。Sarah 怕小静无聊，随手拿起一盘 CD 放进播放器。悠扬的钢琴声缓缓地流淌出来，音乐悠扬旋转，每个音符都像是在拨动着小静的心弦，时而跃起，时而落下，每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。这是什么曲子？真好听！这是意大利钢琴家 Ludovico 的曲子，我的最爱。他的每一首创作都是经典。2个女孩安静地听着音乐，悠扬的曲子仿佛把小静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未知的，但是安全柔软的，让她无比向往的世界。这音乐像是有一种疗愈的魔力，让焦虑和压抑渐渐远去。她的内心随着音乐仿佛轻盈地飞了起来，体验到一种无比欢欣的自由。随着音乐渐渐接近尾声，车子到达了小静家楼下。小静还沉浸在音乐带来的美好感觉中，直到车子停靠在路边时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她解开安全带，本想说谢谢你送我回家，但在开门的那一刻，她突然改口说：“要不你来我家吃年夜饭？今天饭馆都不开门，你回去了肯定得饿肚子。我可以给咱俩煮火锅吃。” Sarah 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
在小静期待的目光中，爽快地答应了。